大家好，我是热爱格斗的黑大白，欢迎收看夜话格斗。本期视频，鄙人跟各位聊聊最近官宣的比赛，查尔斯·奥利维拉对阵菲季耶夫。这场比赛毫无疑问来得很突然，悬念也不小。起初鄙人是比较看好菲季耶夫的，但印象就是印象，我们还是要做深入的技术分析。相信拳迷们对奥利维拉还是足够了解的，但对菲季耶夫的技术风格，各位真的很清晰吗？鄙人先问各位两个问题，各位拳迷可以先进行思考，之后再和鄙人的思路进行验证。问题一，菲季耶夫作为主打站立的技术型选手，他擅长的打击距离是近距离还是远距离？问题二，菲季耶夫擅长哪种防守模式？防守效率如何？带着这两个问题，我们来进行分析。先说第一个问题的结论：菲季耶夫擅长的打击距离是中远距离。很可能有些拳迷会讲，这不太现实啊！别着急，听我道来。菲季耶夫的站立打击落点分布在整个轻量级排名内是比较特殊的，头部44%，身体40%，也就是说他主要的打击落点从头到躯干比较集中，因为他的优势领域来自于泰拳。他尤其擅长中段扫踢，不仅迅捷，而且分量十足，在对阵盖奇二番战时尤其明显。躯干打击的分布高达63%，因为在那场比赛中，他加入了大量的内围袭击，但同时也在内围吃到了很多盖奇的重击。在面对巴哈蒙德斯、安乔斯和鲍比格林等选手时，中段扫踢也打出了不错的效果，让对手身体非常的吃痛。同时，终结安乔斯是在第5回合利用前手勾摆追击，终结利德尔是利用回旋踢。结合刚刚讲过的菲季耶夫擅长中段扫踢，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无论是前手拳还是腿法，都属于中远距离的打击技术。当然了，鄙人所说的中远距离，肯定是指菲季耶夫的中远距离，而并非骨头琼斯的中远距离。下面揭晓问题2的答案。菲季耶夫擅长用摇闪做防御，中远距离防守效率不错，中近距离防守效率低。相信这个问题，很多拳迷和鄙人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。在很多的比赛当中，我们都能看到菲季耶夫华丽夸张的摇闪，不仅让我们感叹真是艺高人胆大。特别是面对对手的高扫，菲季耶夫的摇闪很漂亮，说明他的反应速度快，核心力量稳固。但大家要知道，搏击运动中的打击防守是4种风格，分别是摇闪、抱架、掩手和撤步。菲季耶夫由于是一位擅长打中远距离的选手，所以摇闪是他的得意技术，并且在中远距离运用效率高。但他由于过分依赖于摇闪，所以在中近距离的屈臂抱架和掩手架臂做得并不好，所以中近距离的拳法上数次吃亏。菲季耶夫并非是擅长打运动战的选手，也就是说并非那种快进快出的类型，同时呢又没有身材上的优势，所以我们通常把这种选手称之为阵地战选手。作为阵地战的选手，其实应该在防御端将摇闪、抱架、掩手架臂相结合，但菲季耶夫过分依赖于摇闪，就造成了中近距离吃拳多。面对于巴哈蒙德斯、安乔斯这种重击能力不突出的选手，尚可凭借硬度去换拳，但面对于盖奇这种中近距离的重炮手，就会被打掉很多的状态。这是菲季耶夫神鬼二象性的体现。中远距离可以打得有点数优势，甚至伺机终结对手，但到了中近距离，不仅打击手段不理想，而且防御效率低。2年前呢，就有不少的拳迷问我，为什么菲季耶夫打安乔斯可以在第5回合保持很高的状态终结对方，但面对盖奇、鲍比格林第3回合体能就那么拉胯呢？菲季耶夫的体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其实这和菲季耶夫的神鬼二象性直接相关。作为防摔能力极为出色的选手，估计除了顶级缠斗选手外，所有的低效率贴缠对菲季耶夫而言消耗都不大，反倒是一次又一次无效发力的对手消耗的更多。可面对高强度的重击或比较快的打击节奏，菲季耶夫的体能反而消耗比较大，也就是说重击会打掉他的状态，中近距离的快速攻防会让他消耗较大。
所以说体能这件事儿真的要看的因素太多了，比如像节奏频率、优势节奏、缠斗效率等诸多因素，需要根据比赛选手的相性而体现。说到这里，其实很多的拳迷朋友都能根据奥利维拉的打法特点，感受到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了。同样是作为泰拳打击技术体系，奥利维拉的防御效率一直是问题，他是整个轻量级排名内防御效率最低的选手。因为他需要激进的进攻，同时在防御端几乎不摇闪，几乎不撤步，几乎不做严守架臂和拍倒，太过依赖于自己的屈臂防御报价，这和菲基耶夫太依赖摇闪倒是各走了极端呢。鄙人虽然认为奥利维拉的缠斗能力不错，但面对菲基耶夫强悍的防摔，应该能发挥出来的优势并不多，但起码可以作为贴缠进入内围的过渡选择。在以往的比赛中，奥利维拉的内围运用非常的多，菲基耶夫的膝击也很强，但关键是二人在内围有着较大的身高差和腿长差，硬换内围估计吃亏的依然是飞机。奥利维拉在站立打击中中近距离的技术体现并不好，被盖奇和钻石都打晃过，但好在进攻权足够重，偏偏菲基耶夫又不是顶级的重炮手，中近距离的重击体现并不突出，所以在鄙人看来，中近距离是奥利维拉的优势领域。脚步呢是这场比赛的重要因素，所以呢能否打入中近距离换拳和贴内围袭击，成为了奥利维拉最关键的课题。上一场比赛对阵托普利亚，就是奥利维拉打入中近距离的过程中吃到了迎击，直接倒下。但托普利亚是擅长中近距离拳法的超级重炮手，可菲季耶夫却不是，所以鄙人给出奥利维拉的建议依然是主动杀入，但最大的不确定性出现了。刚刚被 KO 的奥利维拉会不会下巴变脆，会不会反应速度变慢，鄙人也不知道。但知道的是，奥利维拉想用中远距离的踢法去牵制菲基耶夫，那有可能是更被动的局面。毕竟和反应速度和距离控制方面，奥利维拉要比菲基耶夫糙得多。最后要说的是，5回合的比赛论死缠烂打，奥利维拉也有一定的武器库和体能的优势。这是双方经过3个回合较快节奏的打击之后，奥利维拉的底牌，没准也是一层保险。至于鄙人究竟看好谁，相信阅读理解能力足够的拳迷都能听得出来，鄙人就不用说的那么明白了。我是热爱格斗的黑大白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